传武属于用来打低端局、街头防身、打普通人用的。古代没有正规的擂台格斗赛事，所以他们所谓的格斗技巧，主要是从打架斗殴和模拟实战搞出来的一部分，是由一些打架厉害的，在现在看来是小混混的打过了很多次架以后，发明了一些格斗技巧。这些格斗技巧也属于是打普通人用的，打不了高端局，也就是现代搏击，容易秒变王八拳，技巧很粗糙粗犷，但是打普通人的效果还是可以的。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模拟实战得出来的，就比如说咏春拳的吃手和太极拳的推手，他们因为时代的限制，也就是没有护具格斗容易受伤，所以创造了一些畸形的格斗规则，现在来看是很落后的。但是这些格斗规则创造的技术依旧是很精湛的，但只在特定的环境，也就是与那个格斗规则相似的环境中有用。这种环境无论是街斗还是打擂台，都是很少遇到的。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骗子在那里意淫的，没有任何格斗，就在那里凭空想，所以只练传统武术打现代搏击是不现实的。规则环境不同加技术落后粗糙，两点每一点都是绝杀，还都占了。而且现在骗子还特别多，但传武明显是有可取之处的。它里面的很多格斗思路和技巧用来街头打架防身很好用，搏击属于用来打职业比赛的，是按照职业比赛的格斗方式走的。也就是说，搏击不是很清楚如何防王八拳，打野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情况。还有一个就是传武畸形的格斗规则，虽然畸形，它也是格斗规则，也可以培养出精细的格斗技术，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依旧非常好用。但总体而言，想要能打还是得主修搏击，因为搏击的技术确实非常精湛，对于进攻防守都有非常严的深究，这也是传武的混混打架以及畸形规则无法创造出来的。还有武术套路不会教你实战技术，只会教你一些招式，但招式是外表，只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格斗技术。还有一定要多实战才能打，实战也要以现代格斗为主。